感冒以后高司令，那绝对是形象高大伟扬。早晨一看，唐先生怎么感冒了？哎呀，我说我这身体不知道这就感冒了。等着，坐着，先喝口水，给我倒杯水，热水。然后说，管事，赶紧去买药，跟唐先生买药。小张是不是厨师啊？小张抓只鸡，跟唐先生杀只鸡，补一补。后来我说，这钱加起来，买药的钱，抓鸡的钱超过2块多了。就是，然后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裹着我，哎呀，唐先生你得保重身体啊。就是这种，就是你说起来这个好像我在那调侃，但实际上今天看起来，这样的老先生，真的是个中共党员的形象，就是非常的难得。好，然后呢，这个里头呢，就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就不因为时间关系不说了。你比方说这位我要简单说一下这位叫 David Cohen， 就是高德，是个美国人，他经常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就注意到了高司令，高先生我们叫高司令，注意到了高司令光辉伟岸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真的是吃苦在前，真的非常的很让人敬佩。所以呢，他居然感染了美国人。这哥们最后每次喝酒，喝醉酒以后，就开始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说：“高老师，我要入党。”这都是真事啊，都是真事。好，这位是我的另一位同事，叫金志纯，他在这个项目里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待会儿我要讲到。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技师啊，中国第一技师，跟着我们在一起做考古活动。好，总之这些就是整个商丘的故事，我就不细说。但是呢，商丘的考古程度我必须说，因为它涉及到商王族的起源问题。那么先看啊，我说了回到商朝的商丘，我们看看商朝的商丘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我先讲一下，汉代以前的商丘跟今天的商丘完全不一样。今天的商丘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河南来的，一马平川，对不对？一马平川，就那个沙土地。种着小麦，全是平的。如果回到汉代以前，那个时候的商丘啊，土壤是黑色的，是黑土，这你想不到吧？非常的肥沃，而且它的地面在哪呢？地面在今天地表以下10米，10米。汉代以前的商丘是在今天商丘地下10米。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吗？这叫沧海桑田。你看哈，我们看这张图就能看出来，这边高那边低，这叫地质图了，这边高这边低。黄河的水患逐渐的泛滥，你看这个多少河流密密麻麻，你看到没有？这全是河流啊，逐渐的把泥沙带往商丘，所以把商丘这个地基是越抬越高，越抬越高。那么我们把这图简化一下，我们只看黄河对商丘地貌的塑造。大家看这个地方有条线啊，你看这个地方，这是黄河改道。本来你看公元前602年，黄河是往北经过安阳往北流的，看到没？注入渤海。602年，然后逐渐东移，602年到公元就是相当于战国秦汉初。他改了个道，还是注入渤海，对吧？可是1128年以后，1128年南宋建炎2年，突然黄河决口，开始往东流，看见没？这是商丘。然后一直到1855年，黄河就在这一带改道，就把今天的河南商丘给它填满了。后来到1855年以后，今天的黄河是这么流的，往这去了。所以你想一想，黄河带着的地貌塑造是多么的巨大。所以说，咱们在商丘可能感觉不到，像我们考古的看这种图，就能感觉到今天的商丘跟过去的商丘完全不同。好了，那么面对这么一个改道的局面，你说我们怎么去找商丘的人骨呢？怎么去找商丘的王族？所以这才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今天我失败了，
你们肯定也知道原因了，太难了。好，那么中美考古队在这发掘了几年，发掘了几个遗址，其实叫马庄遗址、潘庙遗址、商泰寺遗址等等，还有早年发掘的孟庄遗址，做了好多考古发掘，结果呢，收集了很多这样的陶片、陶器，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得出个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的术语啊。史前时期，有一批人住在那，留下了他的遗存，叫马庄类型，这个概念是我提的了啊。然后呢，大概在距今4000多年前，这帮人都死掉了嘛，出现一批人，形成了一支文化，叫龙山文化。然后到了夏王朝跟商朝早期，这支文化叫月氏文化，这就证明，这个就其实证明了北大的观点是对的了。我们真的在商早期看到的就是月氏文化，就北大的观点是对的。然后呢，到商中期的时候，月氏文化过渡到商文化，就是我们的考古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北大的邹衡的一个判断。那么，比方说我们发现的大概5000多年前的墓葬是这个样子的，你们想象不到5000多年前咱们河南人这么埋。这什么埋？你看见没有？看那张图，看到没有？一个骨架摞一个骨架，再摞一个骨架，摞了好几个骨架。你说现在哪有这么埋人？这叫叠葬，你看没有？这是一个人埋在这吧？这骨盆嘛，然后这个人骨架压着他，那个还有个人压着他，这叫叠葬。这个是5000多年前人的习俗，你完全想不到。那么这个是不是跟商族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国王的人骨头，所以没法跟他比。但是这些骨头是很珍贵的，因为有了这些骨头，我们就有可能将来去比嘛，是吧？好，那么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呢，就开始出现这样的台地。其实你看见没有，这是个庙。你们在农村生活惯了都知道，庙都在高台子上盖的，在高台子上，这个其实就是高台子。周边这些麦子地啊，全都是后来黄泛区填的，这全是沙土地。古代的地貌是，这就是个山包，周边要下去8、9米才是地面。好，那么如果说往下挖得很深的时候，才能发掘到各种墓葬。像这个就是宋国时候的墓葬，这是我们在发掘墓葬，这就挖的比较深了，发掘比较深了。当然是要从地表开始发掘。最后呢，当我们找到那个就是找到商朝的地面之前，我们先找到的是中州的地面。魏是战国嘛，然后战国之前春秋之前西周嘛，就是商丘这个人在西周时候叫宋，魏子封宋，后来逐渐被晋国的分家以后的魏占据了，后来变成了魏。这是我们知道它的故事了，这是它的年代。好，你看啊，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些考古那个器物的分析，这是考古，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好，然后呢，这个里头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啊特别想发现一个古城，因为你想想，我们找的是王族啊，我们找到王族的起源，我不能随便找个小老百姓抓过来，然后说这骨头是哪里的，不可能吧？所以就找王族。好，那么王族怎么找呢？我们先得从地表开始啊，地表开始，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包括勘探的方法，啊，这叫用的是地质雷达，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地质雷达做考古，那个设备是我打包给我买的，当时60万人民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打了洛阳厂钻探，还有汽车钻等等全用上了，因为太深了，全用过去。然后这结果呢，好处就是我们还真找到一座城，看见没有？这个平行4边形的城，这个红色的是真把城墙找到了，这个地方找不到了，但是这个地方又出现一段，这又找不到了，这大概就围这么块。这个城埋得多深呢？埋到10米以下，城墙的地面10米以下。但怎么找到的呢？这个就我讲的时候，上面讲的故事需要大家高度的想象力啊。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这是咱们现在是阶梯式嘛？你望着阶梯式，叫这个地面，
那么假定我们是座城，这是古地面，我踩的是地面啊，这几堵墙是不是比地面要高啊？是，没错吧？那么如果是说黄河改道，哗哗冲过来，这个时候淤起来了，遇到这个屋顶的时候，这个地方就10米深以下了。是，但是这个墙可能还在地面，是不是？对。这个道理在吧？好，当时我们怎么找到这个城的呢？当时有个这样的一个依据，就是说，如果这个城墙从理论上讲还能在今天的地表留下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城墙应该有一个直线，对不对？城墙嘛，而且一定的宽度。那么城墙的土跟黄河冲过来的土应该有区别吧？有，对不对？对。好了，冲过来的土都是黄河冲过来的，它有水平分层，有沙，而城墙呢本身呢，它是当年的人从地上挖的土给它夯搭起来的，那个土应该夯沙量小，而且它挖土挖的深的话，它应该把那个料浆石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料浆石，就是黄土里头有一种钙结合，硬的这个白色块，应该含到里头。然后我们当时怎么搞这个事的呢？当时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金志纯先生，他是学地质的，他就说这种灵力作用，这种料浆石可能找得到。然后当时就找了一批人，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是打桩，就那种桩，看到没有？那种桩，就是拿这个诺焰铲啊打桩。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就是高科技地质雷达。但是从加拿大买的这设备，地质雷达呢就能够发射一种信号发射到地下，然后这边一个发射端，那边一个接收端。那么电信号或者磁信号穿过大地的时候，它可以折射过来，那边一个接收端。假定说信号穿过不同的介质，那读取的数就不一样嘛。原理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方法一点用都没有。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理论上讲的一套一套的，但是到了考古了就不灵。所以你看我在南方科技大学，我跟那些院士们交往也挺多。我们南方那些院士天天跟我说啊，我们设备多么好，我们多么牛。然后我说这样吧，到我们考古工地试一试，一试全都不灵。最后他们只好说，唐老师，你们考古比我们还科学，真的是这样，他就是不灵。然后呢？这个怎么找到的呢？一开始打桩也没打到，因为你在地表打的时候，你得有线索呀。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因为我们当时雇了好多的工人，当地雇的，就跟他们说，你们注意，如果要是发现有料浆石，发现土不一样，赶紧的报告。然后那个河南咱们商丘那个人上厕所啊，喜欢上麦子地上啊。玉米地，然后呢，有一个技师呢，就是临时雇的，也不叫技师了，他们是跟我们都混熟了。他有一天正好就跟着在野外，就在麦子地里头做这个勘探的时候，突然肚子不舒服，他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他跑去了。然后上完厕所以后呢，除了在麦子里上厕所，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拿个土疙瘩擦一下，擦屁股。他拿那个土疙瘩一擦，哎，怎么硌了我一下？一看一块料浆石，立马提着裤子，哎呀，找到料浆石了！正好就在这个城墙上找到料浆石。好，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城找到了，这不城墙吗？然后这样子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线索以后，一钻探就把这个城给圈起来，10个平方公里啊。好了。然后呢，为了证明这是城墙，还做了几个探沟。你看，就是垂直那个城墙，1条、2条、3条、4条，做探沟。探沟挖出来单位，我给你们看那个数据啊。这是从你看91到96什么都没找到，对吧？97年春，96年春钻探出一道城墙，就是上厕所的那一段。然后97年。开始发掘1、2、3，一直到00年都在发掘。那么这几年的工作，你看没有？找一个城就那么难了，你还不用说这个好。
这个你能看出来了，我们发掘出来的城墙，看这夯层，打过夯啊，这样就证明我们真的底下有个古城啊。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城不存在，课本里没有，没想到最后这个城是我参与发现的。我上大学没有这个城。好，你看见没有？这座城墙啊，你看为什么编 A、B、C 啊？这个城最早什么时候建的？到现在为止没定论，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证据。但是有一点，最少在春秋西周的时候，这个城建起来了。到了汉代的时候，把它加宽加高了。到春秋也加过一次，你看这个 C 就最早的一个城墙，到了春秋时候加宽加高，到了汉代又加高一次，所以我们土人能看出来，这就是这个城，这个大城。后来我们又在大城里头发现两个小城，当然，等一下我还要讲到。好，这是我们发现了打过夯的黄土。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以后，咱们要悟性特别高的人，马上就可以想到这个办法可以用来盗墓了，因为你对土的结构的认识啊，就能够知道这个墓该什么样子，城该什么样子，就清清楚楚就做出来了。这是我们做的这个线图 ，A、B、C 三块 ，C 是最早的一个城，这就是西周时候的城 ，B 是春秋时候的城 ，A 是汉代加高的。你看这个城墙越来越高，对吧？这个 C 这个块呢，现在只到西周。这个时候，你看我讲一个道理哈，为什么这个让我那么高兴呢？如果 C 这块土是商代的，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商代的都城，我们就有可能找到了王族的起源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就很难了。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证明它是商代的。好，所以呢，到了那个就是96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找到这个以后，这个城就开始逐年做工作。那随后呢，我就离开了这支考古队。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张光直先生去世了，2001年去世的。01去世以后，这个项目就停止了。停止了以后，考古队也解散了，然后我也离开了。这个项目就停了，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就相当于说没有找到王族的起源，听明白了？失败了吧？失败了，但是呢，这个报告已经出版了，这是主要是我为主来执笔的，因为我的先生辈都去世了，年龄大的也写不了了。后来这个是还是个获奖的一个考古报告，17年18年获了那个中国考古学会的金鼎奖。这是主要是这个当然是集体的成果，但是我写的最多，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这是01年张国志去世，等到这个10年张国志先生去世10周年的时候，在台北搞了个追思会，就纪念张国志先生。这个会上呢，就变成了台独分子和大陆学者之间的 PK。为什么呢？因为台独的学者们就反对这个项目。他觉得我们台湾拿到钱多了吗？为什么要拿来在中国大陆去花，去找这样的东西？找到中国的商王的企业跟我们台湾有1毛钱关系吗？是吧？他们反对这个嘛。然后呢，我那天我去参会嘛，本来我是准备了一篇论文，我要讲论文的。后来我一看会上他们去了几个院士，中原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去了，我开始有点对这个项目进行抨击的意思。然后我那天我就脱稿演讲，我就指桑骂槐把台独给骂了一顿，然后我就说我们这个项目有什么成果，记得这个事儿。但是后来项目终于停止了，停止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算失败了。失败了，我以为这个项目就跟我没关系了，因为17年我到了深圳，但是呢，这有的时候呢就想不到命运了。没想到还有一次考古，我又参加了第4次考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习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叫英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顺于安阳。这句话一讲以后，河南省委把这一块当真了。
就决定继续把商业项目做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先生们都去世了，所以呢，国际公务局呢，那时候我已经到南方科技大学了，对吧？然后呢，还是批了一个领队给我，让我带队组织这个5家单位搞个考古队，开始做这个考古发掘。所以我又不服了，所以我那天事已至此先吃饭吧，是吧？事已至此先去商丘吧。因为我那天在办公室待着呢，突然这个接到一个电话，说你赶紧来趟商丘。我说干嘛？他说有事儿。原来就因为这句话，然后招到商丘，然后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考古队。然后大家看看，我又来到了商丘。这个时候呢，因为在我对商丘的地貌是清晰的，这是一个剖面，看到没？这全是一层层非常清晰的防范区的堆积板。到距地表9米的时候才变成黑土。刚才我说商丘是黑土，对不对？早年的商丘土地非常肥沃呀，黑土里头居然出现了，这是清朝的青花瓷啊！清朝的东西埋到9米以下，你想想这考古怎么做呀？然后其实我不太愿意，你知道吗？实话说，我觉得太难了，因为你看那只考古队都失败了，你看再那个人又让我去带队，那万一又失败呢？其实后来还是失败。但是好处呢就是什么呢？我到南科大以后，深圳相对来说经费足一点，对吧？还有一个呢，我们的设备比过去好，所以我拉了满满一卡的设备，各种高科技设备全拿过去，满满一车。这是商丘考古研究院，这是认证。然后勘探呢，我们现在当然新的这个时间嘛，我们这个记录方式也不同，我们利用了那个卫星定位，是吧？打机场网格，这都是高科技嘛。然后意思就是说，就是用 RTK 把大地变成一个那个，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读取数据的一个地方，用那个2000坐标系，利用卫星把它打成网格，所以我任何地方的这个考古动作全能记录下来。然后当时我呢就选了2个地方做考古这个勘探，就是这样打钻的钻，这个就是打钻嘛，先记录下来，然后底下是装探过程啊，这是新的一种装探的范围增加了。这是你看没有？你看我们装上多可怜啊，这打出来大出来全是水了，这没办法挖的。今天的河哪是这个表面上都是这个沙性土嘛，4米以下就开始湿了，6米就基本上就水了。你别忘了，商朝的地面在10米以下，我在水里头考古，我怎么做呀？我哭的心里，真的是太难了。那么大家看这个样本就能看出来，这是在归德府东部的勘探，这是我们打出来的老土。看没有？所以我说我知道商丘过去是黑土吧？这没有瞎说啊。这个今天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啊，这是这个样本啊，这个标本啊，不同时间的土的样本啊。打造，这是北宋的瓷片，北宋瓷片。好，这是我们勘探区域的一个记录。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商王族的起源，其实我们还是有重大发现的。你们知道北宋的南京城在哪吗？北宋的都城在哪？开封啊，开封叫什么？叫东京。对。其实北宋还有南京，还有北京，还有西京。西京是洛阳，北京是大名府，就是梁中书啊，智取生辰纲这个。大名府，南京就在商丘，这个我们歪打正着就把南京给找到了，地底下埋着，怎么找到的呢？这个是当然这个说起来有意思。我在工地的时候看见一个就是包土方工程的一个人，姓陈，然后我看到了包土方工程，我就看他做事了，
非常牛，就是当过兵的人，那个管理能力非常强。我一看我觉得这个了不起，我就跟他说王老陈，我说你这个家伙，这个是不是这个当过兵的？他说是当过兵的。我说你这个还得是个军官，他说是个军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搞过这么土方工程啊，是不是在附近挖到过陶片？他说有啊，你看哪个电线杆没有？那电线杆底下8米深就有陶片，就一下就提示我。然后我就让他，我就把我的水罐车还有那个汽车钻的车2辆车开过去打钻，第一个钻打到黑土，第二个钻就打到了刚才这个瓷片，刚才这个瓷片这块，这北宋的，然后一看是黑土，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可以确认是北宋的南京城的建筑。这都是发现，但是呢，这个发现跟我的目标关系不大，因为我虽然找到北宋南京城，但是我的目标是商王族起源呐，我还这么找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考古工作，你看打出来那个钻哈，就是都每个就是边上号啊，拿多少米，每个空隙，每个那个孔多少米深，哪个孔发现了是发现了嘛，就一点点这跟他弄出来，因为这比发掘要便宜嘛。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样本分析，你看到底下是这个图，你看到没有？所以过去为什么现在你想为什么那个梁少王一个人能够把那个七国之乱给他顶住了，那个很附属的，这是我们的样本啊，我们的样本，不行，这是我们用那个科技手段，这个在勘探地下的这个仪器，从地表以下就从地表开始看地底下。但这都是南方科技大学的设备。这是我们做的那个，就是那个地层剖面图，然后我们用的那个磁化率的办法来分析那个土壤的堆积啊，这都用科技手段，用了很多的科技手段，包括地震波啊什么的。这是高密度电阻，这地震波，这汽车钻，这是采出的样本做分析，这都南科大的老师啊。然后做了很多工作，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北宋的南京城嘛，是吧？就是在这个位置叫刘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找了半天以后，一直想找到那个古地面，后来终于决定要找到古地面，感觉哪个地方有古地面，知道浅，然后开始发掘。发掘的时候大概什么意思呢？我这个都是示意图啊，大家不要当真。我们根据勘探知道，商朝的地面是负11米，这城墙，人是生活在这个地面。假定我想找商朝王族的起源，我必须要到这个地面去找，对不对？对。好了，所以我要降水，因为6米就是地下水，4米就湿了，所以这里降水的费用就非常昂贵，对吧？很昂贵。然后呢，刚才本来说这个咱们那个叶叶说你带个标本过来吧，我说好。我想把这个土带过来，这个土我大致看着没什么感觉，这个土就看起来像夯土。如果这是夯土的话，说明我们就有可能找到了这个地面上建起来的一个建筑。如果这个建筑能够证明是个俄伯台的话，这个俗名叫俄伯台。刚才文献上说俄伯居山丘啊，俄伯是火正居山丘啊。那就有可能找到俄伯台的话，那就商族起源商丘就有可能了，这个，然后把那个带回来了。这个是我们北宋南京城的这个找到的钱币和瓷片，这是我们找到的这些样本。然后我们开始发掘，看见没有？这边有句话，能读得出来吗？什么话起源于商丘啊？起源于商丘，这习主席的这个标语，打到前面开始发掘。我的一个习惯，发掘之前呢，我会种棵树。很多人发掘之前是要烧香的，这个我从不烧香，但我种棵树，我几乎每次都要种棵树，这是我的优良的革命传统。反正这个大家也说不上我什么，是吧？然后这个发掘完了以后，你看用这个皮带传送，就把这个土传送出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地表以下，到底要变成黑土。就要挖到，就是降水以后，要不然全是水。降水以后开始发掘，你看，果然
把城墙挖出来了。你看这后面，我们挖出来了当时的城墙，还有个别地方还有建筑，还有包装，看到没有？这是早期的城墙，这个城墙就到西周时候了，到春秋时候了，这个城墙。好了，我们就特别希望在这个地面上能找到商代的东西，是吧？这是发掘，就从这个地表以下切下去，挖到底下，挖到这个地面。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考古就不是挖墓了，你看出来了吧？寻找王族的起源就不是个挖墓的事儿。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讲座也好，演讲也好，我真心是把一个真正的考古告诉大家。其实我觉得呢，宝安这个讲堂文体局搞的这个东西，就应该讲点，还是应该讲点这东西的。这是实在，这是真正的考古，不要把考古理解成盗墓，那个是不对的，这才是考古，是吧？好，发掘完了以后要研究啊，那么看陶片这个是研究，对吧？这个不用说了。然后看这个地貌的变化是研究，所以所有这个里头取得的标本要拿出来做分析，比方说做测年啊，做其他做比对啊，这都是比对研究。然后你看这个地层研究，比方说为什么这个人我们跟狗啃的似的，我们每隔一段就取个土样，分析它磁化率啊，它的那个岩相啊，就沉积项嘛，岩相。然后这个地面看没，这不是今天的地表吗？这是我们一路取样，这个图就是绘图了，这个地方才是就是西周以前的地面。可是很遗憾，我们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再没有早于西周的东西了。我们发现又失败了，就没有。我们也勘探了，就是没找不到。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分析了，这我们采样是吧？采样做分析，你看我们做的多仔细啊！每隔这么远一个样，就花很多钱，花很多经费做采样。然后这是真正的考古啊，然后这样做分析，然后样送过去，比方说做碳14等等。然后呢，把每一层它所发生的就是地貌变化跟文献跟年代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把这个从西周以后历年的这个大水患全给它分辨出来了。这种研究我觉得在国际上第一次分得那么细。然后你看这样的地层，哪个土是哪一层，这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做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成果，一层一层都对起来，就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就是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了，采的样啊，做的分析等等，分得非常仔细，而且把这些东西可以跟水利碑，因为刚好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一些，比方说县志有记载，什么时候发了一场大水，然后这个大水正好跟我们的地层关系呢对起来，知道哪一层是哪个发哪次大水。那么这个水利碑呢，你看这么多河道，这是乾隆年间的水利碑，乾隆22年到23年的那个治水图嘛。就是完全上，就这是个很花钱的工作。元代拿全都给他研究，但是我们没有找到3个人。所以目前为止，张光直先工作，根据我后来我人，但是呢，寻找的起源。我只是回忆了一个这是以来第一次讲一个失败的，但是我觉得失败的能让大家考古学。但是到后来呢，就因为这个事呢，这个是有意义。像中国古代史，他们就会带有他们的人喜欢说自己但多么那么厉害，多么那个就没有物证，那就是考古。就是我们研究失败了，寻找商王族的起源，但是失败什么？很听了一个啊，谢谢大家。
谢谢唐教授，谢谢唐教授的精彩。唐教授在最开始讲的，王族的那些王的名字都是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人鬼。2000年去世了，但是他的著作有陆续的出版，包括唐教授提到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好像最新的一版是2022年的，这个我没有看过，我看过石先生2019年出版的《商文明》这本书，那里边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商王族他的名字为什么是青干。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再推荐，在贵州大学有一个张汝舟先生，在50年代到70年代，是一个著名的国学家师，他和他的弟子张文玉写过很多古代天文讲座的这类的书，大家有兴趣可以。题外话，季伦教授从豫东考古发现为我们讲述了美考古商事，说了很多有心酸趣事，大家听的，反正我听的比较津津有味。实际上，在甲骨文当中讲到有大夷商或者叫天夷商这样的说法，在将近600年的商王朝当中，17代王31位，这个君王他们实际上在当中就说叫商议意义四方之极，说商朝的大。在《论语》当中也有，《论语》当中说殷于夏礼，周殷于殷礼。《论语·八佾》当中说周见于二代，郁乎文哉。里边就说周代的文明，周代的礼制是非常突出的，这是孔子的看法。那么周代是继承了商代的，商继承了夏代的。我在这里想，因为历史文献的证据是比较有限的，这个有赖于考古学的发掘、考古研究的成果，不断的为来做补充。在多学科的共同支持下，发现工程的不断涌现的成果，其实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中100万年的人类、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让我们向伟大的中、伟大的和伟大的致敬，谢谢。按照惯例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且